专心讲好故事，偶尔孤独解读。嗨，我是 Alan， 你们都好吗？今天继续我们的经典恐怖禁片系列，翻拍自1978年的同名经典恐怖片，曾被网友誉为10大禁片之一的《我唾弃你的坟墓》2010版。原版的已经解说过了，喜欢的观众老爷们可以去我频道回看一下哦。故事同样是开始于一场美好的春季郊区踏青，为了全身心投入创作，美丽迷人的作家杰妮弗驱车来到了一个偏僻的乡间撰写小说。他在树林里租下了一间林中小屋，接下去的几个月时间，他将在这里独自度过，妥妥的文艺青年范儿。刚开始一路驶来还挺顺利的，和原版有所不同的是，就算房东瘪嘴叔给了他一份手写的地图，杰妮弗还是迷路了。这个年代也没个导航啥的，那就只能问个路吧。幸好不远处就是一个加油站，杰妮弗停了下来。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平头哥长得还算不赖，人也挺热情的，给他指出了正确的路线。但是随即平头哥的一番蹩脚的挑逗，却成功的把杰妮弗逗乐了。他甚至还笨手笨脚的打翻了水桶，惹得一边的同伴胡子哥和大胖的哄堂大笑，这个让平头哥很没面子。杰妮弗顺着平头哥指的方位，终于顺利的找到了林间小屋。很不错的古旧风格，安静且优美的风景。屋前不远处就是一个小湖。卸下行李后，杰妮弗思潮涌动，很快便开始了写作。夕阳西下，杰妮弗倒上了一杯白兰地，悠闲地躺在湖边的躺椅上享受人生。作家嘛，就是这么感性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旁边的空气房里好像有响动。杰妮弗壮起胆子走过去查看，幸好并没有人，或许是小动物吧。事不顺心的是，一大杯红酒全部洒在了身上，反正屋里就自己一个人。杰妮弗苦笑着脱了个干净，凑在水池前面洗起了短裤。从后面看上去，曼妙的身材一览无余。但是杰妮弗不知道，窗口后面一台 DV 也在包揽这一切。镜头渐渐拉近，肆无忌惮地记录着。女人的第六感还是挺准的。杰妮弗一直觉得这里有点异样，就连清晨的晨跑，杰妮弗也老是觉得有人在跟踪她。她到处兜了一圈，竟然给她找到了一间荒废的小屋。她壮起胆子走进去一探究竟，这里显然已经是好久没人住了，就连桌上的瓶瓶罐罐也都快腐烂了。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强酸粉和不知名的化学物品，杰妮弗觉得汗毛都竖了起来，赶紧回头跑了。不巧的是，自己屋里的水管还坏了，放出来的水都是黄色的。幸好这里的自来水公司答应一会儿就派人过来看一下，但是好像高兴的有点早了。杰妮弗一个激动，把手机掉到了马桶里。这下好了，杰妮弗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。派来的维修工名叫马修，一个呆呆笨笨的大男孩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还挺聪明的，3下5除2就修好了水管。这可把杰妮弗乐坏了，他忍不住凑上去亲了马修一口，把这个乡下的男孩吓坏了，幸福的手都不知道放哪里，慌忙就撤了，连钱都没收。夜深了，正在百般无聊中的杰妮弗刚想端起酒杯来喝一口，门外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吓了他一跳，杯子一失手摔在了地上，拖着还在发抖的双腿。杰妮弗来到了门口，只见门口地上躺着一只死鸟。虚惊一场，回到屋里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当下猛地一颤，自己笔记本的桌面竟然变成了3个男人的合照。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直接把他吓尿了。令人惊恐的是，屋里瞬间多了3个男人。杰妮弗认出来，他们就是加油站的3个小年轻。几人朝着杰妮弗围拢过来，面对着他的怒骂，3人都是毫不在意。大胖甚至还端着 DV 一顿狂拍。没过一会儿，他们把马修也喊了进来。原来4个人都是一伙的。唯唯诺诺的马修却是胆小得很，不敢直视杰妮弗的眼睛。平头哥悠悠地说：“你是不是忘了付钱了？”杰妮弗一听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为了这个，慌忙拿出钱包想要付钱，却被平头哥拦了下来。他们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。对于之前加油站的那一幕，平头哥显然还是气不过，他粗鲁地嘲讽着杰妮弗的作家身份、打扮以及城里妹子的角色。接着不顾杰妮弗的大声求饶，施暴开始了。放出来你们就看不到这个解说视频了。能告诉你们的是，哥几个用到了火柴、棒球棍、酒瓶和左轮手枪。但是杰妮弗显然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妹子，就这么任凭人家的摆布。瞅准机会，他一个酒瓶砸中了胡子哥的膝盖，并顺势掏出了胡椒喷雾喷倒了大胖。接着他一股脑地跑出了屋子，奔向了树林。还没跑几步呢，碍事的拖鞋就把他绊倒了，他只能脱了，光脚跑路。树林里面荆棘密布，杰妮弗对这里的地形又不熟，就像个没头苍蝇一般乱窜。突然他迎面撞到了一个男人，巧的是他就是这里的警长光头叔。更令人开心的是，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房东瘪嘴叔。杰妮弗终于获救了。听了杰妮弗的哭诉，光头叔让他不要害怕，他会帮他做主的，就带着杰妮弗来到了林中小屋。可奇怪的是，刚刚还在的4个小年轻却离奇的不见了。光头叔在屋子里四处巡查了一番，看到了桌上的空酒瓶和大麻，瞬间脸色就沉了下来。他让杰妮弗靠窗站好，从身后不怀好意的上下搜了一通，
突然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一把掐住了杰尼弗的脖子，让他把那些小年轻对他做的事原原本本的说一遍。话锋突变，哥几个从屋角闪了出来，淫笑着朝杰尼弗走来。他吓得目瞪口呆，光头叔和他们竟然是认识的，这下完了。他刚跑出了狼窝，又再次掉进了虎口。在这么多大男人的合围下，杰尼弗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任人摆布了。他们前来的目的原来是为了要让马修在他身上完成一个男人的蜕变，杰尼弗就这么无辜的成为了牺牲者。完事后，他们放他走了。杰尼弗浑浑噩噩地走在树林里，眼神涣散，神若呆滞。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，光头叔带着4个小年轻又在前面挡住了去路，轻易的施暴再次开始。这一切都被大胖的 DV 完整的录了下来。生无片里的杰尼弗再次想要逃跑，却被哥几个拦在了一座桥上面。杰尼弗生无可恋，双手一伸，往后一倒，掉进了湍急的溪水里，瞬间没了踪影。老谋深算的警长下令所有人分开去搜寻下游，直到找到杰尼弗的尸体为止，并安排胡子哥去林中小屋烧掉杰尼弗的一切物品。平头哥的任务则是把他的汽车开走并拆光。警长的眼角瞥到了大胖又在捣鼓他的 DV， 气愤地冲上去一把扯下了袋子，踩了个稀烂，大骂大胖没脑子，还要刻意去拍下能指控他们罪行的证据。回到家里，人面兽心的警长竟然有着一个和睦的家庭，乖巧的女儿和怀着2胎的漂亮老婆。家人不知道的是，警长会背着他们做出这种杀人劫货的龌龊事情。可是接下来好几天的搜索都是毫无所获，哥几个逐渐放松了警惕，想着或许是尸体被动物们给吃掉了。只有马修一个人很痛苦很内疚，他忘不了那一天的事，他的同伴和光头叔对杰尼弗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历在目。有好几次他甚至看到了杰尼弗变成了厉鬼，正在恶狠狠地盯着他。随后事情就变得有点诡异了。先是光头叔接到了房东瘪嘴叔的电话，说杰尼弗的朋友正在到处寻找他。接着大胖的 DV 被人偷走了，原来当天他并没有销毁袋子，而是收藏了起来。气得平头哥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。然后平头哥晚上在家也遭遇了怪事，门外接二连三的被人扔下了神秘的礼物，一只死鸟，还有一只杰尼弗的拖鞋，甚至还有好几个马修一直戴在手上的皮筋。最后光头叔收到了一卷袋子，那正是大胖丢失的那一卷。这一连串的怪事吓得大伙儿心烦意乱。他们琢磨的，既然杰尼弗已经死了，联想到之前马修对杰尼弗的疯狂着迷，那唯一有嫌疑的就是他了。为了杀人灭口，在去林场打猎的时候，光头叔残忍地杀害了房东瘪嘴叔。只有他知道杰尼弗的朋友在寻找他的秘密，这项秘密永远地消失了。林中小屋里，马修又鬼使神差地晃到了这里。本来就活得不明白的他，此时好像已经着了魔，一脸呆滞地在2楼闲逛。突然，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声呼喊他的声音。马修吓得脚下一软，滚下了楼梯。等他晕晕乎乎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怎么到了另一间荒废的小屋里，而沙发上面坐的赫然就是应该已经死去的杰尼弗。马修吓得魂飞魄散，连连请求着杰尼弗的宽恕，说当时是一直想要帮他的，却不料杰尼弗并不生气，还平静地让他坐过去，并轻抚着他的头。马修感动得痛哭流涕。突然一根绳索袭来，死死地套住了马修的脖子。就在他嘶声挣扎了不久之后，渐渐地没有了动静。临了，他痛苦地说出了3个字。正在寻找马修的哥俩听到了呼叫，浑身往这边跑来。大胖的左脚却不小心踩到了捕兽夹，痛得吱哇乱叫。胡子哥赶紧过来查看，被埋伏在树后的杰尼弗从后面一棍子撂倒，晕了过去。等到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捆了个结实，平放在了一个浴缸上面，而浴缸里正不停地被注入浑浊的自来水。这时候杰尼弗走了进来，再抡起棒球棍狠砸了几下浴缸后，他按住了胡子哥的头，进到了水里，就像当初他对杰尼弗做的一样。杰尼弗正在用相同的方法一个个的快意复仇。胡子哥连吃了几口水后，杰尼弗拿出了一个大罐子，把里面的粉末一股脑的倒进了浴缸，那正是强酸粉。杰尼弗抽掉了一根棍子，身下只剩下一根棍子支撑的胡子哥拼命地挺着，不让自己的上半身掉下去。但是也没过多久，终究支撑不住掉了下去，顿时无数的泡沫飞起。胡子哥痛苦的大叫，强忍的再度抬起头来，剧痛让他很快又沉了下去，一会儿就没了动静。那么对付爱好钓鱼和拍摄的大胖该怎么复仇呢？杰尼弗果然很有一套办法，用2个鱼钩勾住了他的眼皮，死死地绑在了树干上，而另一边的 DV 正在工作，见证了这一切。杰尼弗拿起一只腐烂的死老鼠，噗呲一下塞进了大胖的嘴里，大胖拼了命吐了出来，呕吐不止。接着杰尼弗把一条死鱼的内脏都涂抹在了大胖的脸上身上。大胖正在疑惑的时候，一大群乌鸦闻着血腥蜂拥飞来，
几只胆大的落在了他的脸上，对着他闭不上的眼珠子啄去，就令你回想起大胖的一阵阵惨叫。加油站外，毫不知情的平头哥看到了外面又来了一位美女，正撅着屁股露着大美腿在加油呢。色性大发的他淫笑地走过去，问他要不要帮忙。美女转过身来，竟然是大难不死的珍妮弗，一根扳手飞来，平头哥被深深砸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平头哥发现自己被扒了个精光，嘴巴被勒住了发不出声，双手还被吊在了天花板上。面对着眼前的珍妮弗，他嘴里还是不饶人，发誓说要杀了她。这下惹怒了珍妮弗。同样的，接下去的一幕太狠了。为了世界和平，能告诉你的是，珍妮弗用到了老虎钳、左轮手枪和大剪刀。期间，平头哥还真的给吓尿了。到底经受了什么？各位看官自行想象，或者去看原片吧。正在巡逻的光头叔接到了老婆打来的电话，说女儿的新老师前来家访，要和她通话。电话里传来了熟悉又令人胆寒的声音。光头叔吓得一脚刹车停了下来，愤怒地用双手猛砸了方向盘。等他送到家里时，老婆却说女儿已经被珍妮弗带走去了公园。等他火急火燎地赶到时，公园里却一个人都没有。光头叔焦急地大喊着女儿的名字，无奈之下只能再次上了车。突然后座的一把扳手飞来，光头叔也被砸晕了过去。镜头一转，又来到了那间荒废的林中小屋。光头叔被捆成了个粽子，趴在桌上，而身后自己的双管猎枪正死死地顶住了屁股蛋。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那种紧迫。看到光头叔醒了，珍妮弗先是抓住猎枪，来了几次爽快的活塞运动，把光头叔痛得哭爹喊娘。看到这里，想起了那句名诗：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随后，珍妮弗把扳机的一头用一根细绳拴在了对面马修的手上。原来马修并没有被勒死，而只是晕了过去。临走前，珍妮弗一脸冷漠地对光头叔说道 He'll be waking up soon. If I were you, I'd tell him not to move. 在光头叔的大声求救中，珍妮弗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门。这个机关会帮他复仇的。在屋里一片痛苦的哀嚎中，枪响了。珍妮弗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本片完。作为一本10大禁片的翻拍之作，本片在1978年原版的基础上，情节和暴力程度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升级。除了女主的身材和演技，后半段的复仇超级过瘾。当你的身体和精神被人无故残忍摧残后，你能做的就只能是血债血偿了。虽说不合法，但是很酸爽，尤其是后半段女主的冷静和缜密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正如她自己小说里说的那样，这帮流氓帮她激发出了一个另外的自己。好了，我要去遛狗了，拜了个拜。Pag doon ko na ginumpa, mo ito ba to?